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对部分美国商品的购买降至零，显示中美经贸正加速脱钩。有分析指，随着两国经济脱钩，双方可能正走向一场超越贸易范畴的新冷战，甚至出现军事紧张局面。这关乎未来多年的全球安全格局及经济稳定。彭博社4月21日报道，由于中美贸易战改变了航运路线，继前2个月大幅下降之后，中国3月份对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购买量骤降至零。根据中共海关周日发布的官方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液化天然气总交付量下降70%。地缘政治冲突使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买家和卖家脱钩。中美两国关税升级，导致中国对所有美国商品征收125%的关税，转而从印尼和卡塔尔进口。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4月21日报道，美国农业部公布的外国企业的大豆和玉米预约采购情况显示，自今年1月16日以来，中国的采购一直为零。在减少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和资源的同时，为保证供应稳定，中国增加了从巴西等国的采购。华尔街日报4月21日报道，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脱钩，两国可能正走向一场超越贸易范畴的冷战。随着双方寻求建立各自的阵营，冲突可能加深，甚至出现军事紧张局面。前美国资深外交官、现供职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中心的里克沃特斯说，美国和中国正处于经济脱钩状态，而且似乎没有任何护栏可以防止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蔓延到其他领域。新冷战的说法让人越来越难以反驳。报道引述与中共官员商议的人士透露，北京方面最近表示后续不再回应美国加码关税，这表明中共可能正在转向其他非经济手段。上述知情人士说，中共可以利用多年来通过入侵美国港口、供水设施、机场和其他目标的计算机网络所收集的数据、通话记录和其他信息，这是一个选项。中共还可能加大对美国合作伙伴的战略威胁，尤其是在印太地区。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近日报道，川普日前表示，希望与中共在未来3至4周就关税战达成协议，但川普坚持要与习近平1对1会谈，这扼杀了其他外交努力以停止美中升级的贸易战。2名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及1名产业官员表示，川普不会授权代表与中方官员谈判。川普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你不跟习近平这个头打交道的话呢，其实是没用的。跟其他的低层的官员打交道的，川普美国政府也多次的做过。中共就像无限期的拖下去，关税可能就要暂缓，中共就有了喘息的机会。所以川普已经看破了中共的把戏。中共开始的时候是抵抗，他是意识到川普这次是要中共的命，川普就不想让中共再拖下去，必须给他期限，3个星期内也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只能跟那个习近平谈。我相信川普最终的目标呢，是通过这个贸易关税把中共的顺差给彻底的消除。那中国不能用每年30-40千亿美元的顺差来占美国的便宜，中国必须开放美国商品的进口。如果进口达不到那个数字，那中国必须购买美国的能源产品或其他产品来填补。川普要把中共绑在美国的能源这个提供上，让中共没有顺差，也没有那么多外汇可以去搞一带一路啊，或支持其他流氓国家跟美国作对。川普的问题，他显然跟部长是没办法谈的，只能擒贼擒王，直接跟习近平谈。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为了尽量降低习近平领导层的政治成本，中共的政策顾问们正在提出一些人选，充当与川普沟通的潜在中间人，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但这些讨论在两国首都都未取得多大进展，双方似乎都不急于谈判。随着美中沟通僵局的持续，
华盛顿方面可能会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技术，届时要想扭转当前的经济脱钩趋势，可能变得更加困难。美国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顾问、现任乔治敦大学兼职教授的瑞安·费达西克表示，美国商务部可能会通过把已在其贸易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的子公司列入名单，来大幅增加出口管制的使用。费达西克说，将子公司列入黑名单将大大增加受美国出口管制约束的公司数量，并加速由关税引发的脱钩。习近平正在展开一场全面外交攻势，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不要在川普政府的关税压力下屈服，以展示中共在贸易战中并非处于孤立地位。《纽约时报》4月21日报道，访问东南亚期间，习近平将自己扮演成全球秩序的主要捍卫者，而把美国描绘成不可靠。然而，习近平完了，中共政府多年来强横的经济行为和对特定行业的慷慨补贴是真正的保护主义，早已疏远了贸易伙伴和邻国。习近平前脚走越南，后脚就变脸。4月18日，越南总理范明政在会见华平投资集团 CEO、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主席杰弗里·博尔曼时表示，越南正在与美国谈判，避免本国产品被加征46%的关税。越南已主动降税，增加对美进口，希望建立可持续平衡的贸易关系。彭博社报道，范明政表示，越南与美国之间有一条独特的纽带，这种关系不同于越南与其他国家。欧盟、日本、韩国则已对中共的尝试表示了拒绝。欧盟官员反而强调了他们担心中国向欧洲市场倾销商品的问题。澳大利亚上周拒绝了中共大使肖谦提出的携手抵制川普政府的呼吁。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表示，美国正优先与约15个贸易伙伴进行关税谈判，日本、韩国、印度、欧盟均列在前。日本首先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被外界视为美方未来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重要风向标。日本经济财政政策大臣赤泽良正16日在白宫与川普会晤。会谈中，川普强调必须消除美日贸易逆差。据日经亚洲报道，日本政府正在准备放宽进口的美国汽车在碰撞测试等项目的要求，以降低非关税壁垒，缓解川普对美国车在日本市占率偏低的不满。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除汽车议题外，日本也愿在货币与能源领域与美方深化合作，包括扩大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他强调，双边贸易应建立在公平互利的原则上。中央社援引印度新闻信托社报道，印度与美方团队将于23日开始会谈，本次磋商目标是尽可能降低或取消部分商品的关税，简化规定以吸引更多投资。法国亿万富翁贝尔纳·阿尔诺近日表示，在欧洲官员寻求达成协议以避免川普关税之际，他希望看到欧洲和美国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如果谈判未能达成协议，欧盟委员会将难辞其咎。这与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的想法不谋而合。马斯克也希望建立欧洲和北美的零关税自由贸易区。慕尼黑莫丘利报表示，欧美关税谈判进展缓慢。欧盟贸易谈判代表现在寄希望于能与川普说悄悄话的梅洛尼。梅洛尼对中共本来就持怀疑态度，川梅会的可能结果是，欧盟应进一步远离中共。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赵晓最近发文指出，川普关税战并非贸易账本，而是文明筛选器。川普将对全球秩序重新洗牌，建立全球化 2.0， 这是给守规矩的自由国家准备的。中共一直是全球秩序的打擦边球的游戏破坏者。如果要想被川普全球化 2.0 接纳，中国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当那个打擦边球的游戏破坏者，
还是成为像德国、日本那样真正的市场文明国家？如果要留在川普的新秩序之中，中共必须改弦更张，如果不改，就别怪人家说 "Sorry, you are out"。赵晓认为，川普是唯一看清未来方向的现实派。时代的大船从来不会等候拿着一张旧船票的人。这里是希望世界，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并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